阿伟啊，许愿一个6种家庭小火锅的做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家门口的火锅呢，一个是不好吃，另一个呢，我每次吃就要拉肚子。今天我就给你安排。第一个呢，先做一个这个最普通的麻辣小火锅。通常大家在家里面做麻辣小火锅，可能就是这个火锅料直接下锅煮，其实这样是不好吃的。火锅料呢，一定要给它稍微简单做个改造一下，我们家里面才更好吃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把锅烧热之后呢，锅里倒少许的油。好，这个油大概烧了3成之后，我们下入什么呢？先下入这个干葱，还有这个蒜米，还有这个姜米。这个火呢是开的小火哈，锅里是开小火哈。葱段，先把这姜葱蒜的味道给它炒香。这个是郫县豆瓣酱，来2勺郫县豆瓣酱，提前切好的小米椒，干的辣椒节，干的红花椒，干的这种青花椒。好，小火慢慢去炒它，这个是开到最小的火慢慢去炒它。这样的话，你的火锅料里面就会有这些姜葱啊、干辣椒、干花椒这些香味在里面啊。豆瓣一定要炒到这种微微发白哈，微微发白这种状态之后呢，下入这个火锅料。给大家说一下，这火锅料因为它其实是已经炒好了，你不要下锅再去反复的炒它容易浮掉哈，待会儿汤出来就是苦的。这步呢，如果你家里面有骨头汤可以加骨头汤，没有了就直接加清水。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加1小勺的这个醪糟啊，给它加在里面，稍微给它熬出个7、8分钟，尽量把这个香味给它熬出来。我们再把这个渣给它过滤掉。好，熬个7、8分钟之后呢，我们找一个煲仔，把这个渣来过滤出来。你自己在家里面吃，其实我建议把这个渣子还是打一下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菜全部煮在里面，直接调味就好了，非常的香了。关键呢，其实它还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辣，并不是大家理解成非常的辣，没有哈。有时候你在家里面吃，比如2个人或者是3个人就可以叫4荤4素。我们先下素的，素的基本上就是什么土豆啊、藕啊这些粉条啊这样，因为素的像土豆这些比较厚，可以多煮一会儿。接着我们再下点这个鸭血，这些东西呢，你可以提前给它焯个水，或者说像我这样直接清洗干净，一次下锅也可以。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在煮的同时就开始调味啊，直接把这味调到锅里面哈。我们给少许的白糖，来点生抽，来点蚝油。汤的味道就是一定要拿个碗或者一个调味勺给赏一下味道，一定要吃到你的汤稍微要咸那么一点点。如果你的汤都不咸的话，你的菜待会儿出来它是没有味道的。这时候一定要赏一下味道。看见这个土豆基本上熟了之后，用筷子轻轻一掐，它擦烂之后呢，我们下入午餐肉、黄喉，再下点我们的肥牛。这个得根据你的爱好，比如说你人少你就少下一点点啊。最后我们下入这个毛肚，毛肚呢不要煮那么长时间啊。这个呢就煮个1、2分钟就好了，这个毛肚不要煮得特别老，这种程度就好了哈，就可以了。最后加点花椒油和这香油，这个呢你不要放得太早，因为它很容易就挥发掉了啊。花椒油、香油我们再补充一点，再加点这个生蒜、葱段啊。最后我们撒上香菜，这个家庭小火锅就做好了。有些朋友说，阿伟，我吃不了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给你做一个番茄小火锅。这个煲仔稍微烧热之后呢，我们加少许的鸡油。你没有鸡油啊，你可以加普通的大豆油或者是菜籽油都可以啊。微微的先给它烧热一下。好，温度大概烧这个3成左右了。我们开始下入这个干葱碎啊，这里是一点的蒜末，好，再来点姜米，先给它炒香。这个火呢开的最大，这是切碎的一个番茄粒啊，番茄粒一定要去炒它，把它炒到这种翻沙的状态，它才会出这个胶质。好，我们这个番茄一定要炒到这种翻沙的状态，你看炒融啊，就这种感觉啊。让它慢慢的出这个沙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再加入这个番茄沙司或者是番茄膏，可以增加这个番茄的味道。因为我们只靠新鲜的番茄，它味道是不够的啊。开始加入清水，好，盖起来让它烧开。烧开之后呢，基本上它的味道就熬煮出来。我们现在开始下食材，这个呢就不限，就是你喜欢吃什么食材就可以下。这个是豆腐泡，我先给它下进去。白菜啊，这个是年糕，这个是午餐肉，我们加一点金针菇、豆腐皮。中间我给它放一块泡面啊。我们先煮一下，还有点牛肉，待会儿再出锅前我们再来放。这个开始做个简单的调味啊，稍微给点食盐，来点蚝油，增加点鲜味啊，搅转一下。好，接着盖起来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再加点这个新鲜的牛肉片，这个大片的牛肉给它放进去啊，我们给它烫一会儿。这比较薄，你不要煮太长时间。好，出锅前我们再撒点这个葱段啊。好，这煮个1分钟就好了，来点香油，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。第3个，我们做一个菌汤小火锅。这个菌子啊，你在野外不要乱采啊，小心吃了就红闪闪、白干干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用了这个鲜的鸡松茸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海鲜菇，还有一个鲜的这个
茶树菇，这是鲜的香菇和一个干的香菇，基本上就这几种菌组合在一起。这个呢是鲜的虫草花，其实上次我给大家介绍过，有朋友就给我反映说，阿伟啊，这个东西呢可以不用洗，甚至有朋友说这个东西不用焯水，直接可以下锅。我告诉大家，它和虫草是两个概念，它不是什么高档东西。像这个一把在成都这边就3块钱，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，它有这种发霉的情况，大家一定要看一下。你可以闻一闻，看一看。建议大家尽量焯水。就如果你的家里的这个虫的话比较干净呢，就根据你的需要，我是建议焯水啊。水开以后呢，把这些菌类啊放在锅中，给它焯水，混在一起焯水就好了。今天用的这些菌呢都是很普通的菌呢，不是什么高档的一些菌类，所以说大家呢尽量给它焯水。好，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快手将它打出来，拿到旁边再用热水给它清洗一下。倒点油，把这个锅来润一下。这步呢，主要是炒一下这个鸡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倒点冷油，热锅凉油，再来点这个自己炼的鸡油啊，下入姜片和葱段。这个呢是提前洗过的一种土鸡哈。如果你家里面鸡质量不是特别好，我建议大家焯水。如果质量好的话，就直接一次性这样去炒它，够新鲜啊，就直接去炒就好了。我们把那个鸡肉给它炒一下。好，稍微沿着锅边倒少许的花雕，给它去腥味。焯过了水的菌子呢，一起倒在这里面，一起炒它，去翻炒一下。我们加入适量的热水。好，烧开以后呢，我们把它倒入煲仔中。稍微给它来几颗白胡椒粒啊，盖上盖子啊。中小火我们煨个2个小时，不是土鸡呢就不要煨这么长时间。好，出锅前10分钟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撒上这个枸杞和这个大枣。好，时间到哈。这个汤呢，你要吃的话，你就自己加点盐，但是我们通常是打个暂碟，因为是菌子啊、鸡肉啊，我们打个暂碟来吃。好，接下来给它打个碟子哈，就是我自己吃的暂碟啊。平时我都喜欢加点蒜，吃菌子呢，吃点蒜呢，有时候可以杀菌的。来点葱花，来点这个小香菜。好，我们来点这个芝麻香油、生抽。好，再来少许的蚝油，好就可以了。第4个，做一个酸汤小火锅。今天做的这个酸汤呢，它是金色的，所以说金色的要加个南瓜泥，把蒸熟的南瓜泥给它打溶。蒸熟的南瓜泥呢，我们倒入这个破壁机中，尽量给它打溶，不要有纤维。这样的话，你在汤里会吃起来比较丝滑。好，这个煲烧热之后呢，我们在锅里加少许的鸡油，可以加普通的菜籽油、大豆油都行啊，有了它会更香一些，这个没关系的。好，这个油烧到3成左右，我们先下入干葱、蒜蓉、少许的姜米、姜葱蒜给它爆香。这时候可以把你的火开小一点的，因为煲呢我拿不起来，我只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火的大小，开小火啊。炒香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下点什么？这个叫黄灯笼辣椒酱哈，它是那种辣椒，它有辣味的哈，酸辣。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这种金汤的颜色啊。加入清水，接着我们加点之前打碎的南瓜泥加到里面，这个汤呢它自然就变成这种金色了哈。再下几片这个黄的柠檬，这个柠檬呢一定要把这个籽给它去干净哈，不然的话待会儿是苦的。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再来放入食材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开始下入食材。这个食材可以根据你喜欢的，什么豆腐皮啊，这个你们有没有吃过？这个叫土豆粉啊，放进去。青笋丝，最喜欢的金针菇都可以放进去。现在呢，开始做个简单的调味啊，这个给少许的盐，来一点点糖，好一点的胡椒粉。蚝油来一点，蚝油是提鲜的，可以来一点啊。好，再来几块番茄，再放入这个肥牛。这个呢，你有牛肉片啊，或者是都可以放，毛肚啊这些都可以放哈。它只是个酸汤的味道，根据你的需要，包括素菜啊，还有我放的这肥牛，你都可以去改。我们稍微给它盖起来。出锅以前，我们尝一下这个汤的味道啊。如果这个时候还可以改一下哈。好，这时候酸味差一点的时候，你可以加点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加了柠檬，它已经有酸味了，再加点白醋。好，可以出锅了啊！第5个呢，做一个趴豌豆豆汤小火锅。这个呢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豌豆啊，四川这边的豌豆，有时候做什么豌豆凉粉都要用这个豌豆，这不是什么黄豆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是干的。你泡的时候就用冷水泡就好了，泡个6个小时到10个小时都可以。泡上之后它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接下来用高压锅去压它。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淀粉法在煮饭一样，就是你的水就是稍微刚刚没过这个豌豆就好了。接下来放点姜片，
来2勺盐，猪油，猪油它可以让这个泡面更加滋润一些。盖上盖子，上气以后呢，我们关到小火压半个小时，最后再焖1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哈。大家吃过豌杂面没有啊？这个就是豌杂面的豌杂，都是这样做的。好，这个爆烧的这个呢，我们给少许的机油，你没有机油呢，可以普通的大豆油或菜籽油都可以啊，机油它会香一些。好，烧热够了，这个时候要把火关到最小啊，最小火，我们把刚刚压好的豌豆给它炒一下。这个不光可以来做这个小火锅，可以做豆汤饭都是可以的啊。我们给它一定要这样炒过，才把这个豌豆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。而且呢，可以炒着炒着它就会出这种蓉啊。一定要开小火慢慢去炒，你火大的很容易浮掉啊。好，大概炒香之后呢，我们接着再加点清水。加水的时候，你的火就可以开大啊，这个时候就开了大火。我们去熬煮一下，接下来再把这个壳给它打掉。烧开以后呢，我们用个过滤网啊，把这个壳给它过滤掉，还可以压一压，它里面有些会有豆渣的，我们给它压一压。这个呢叫趴豌豆，可能现在很多市场上都没有卖的哈，在四川这边、重庆地方可能少数地方在卖啊，一般都是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做啊。好，打干净之后，看一下这个汤非常的浓郁啊。接下来就开始放你喜欢吃的蔬菜啊、肉类就可以放了啊。这个是年糕啊，你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。这个是豆腐，直接用手掰碎的豆腐啊，我们放到里面。腐竹。来点火腿肠，好，这个是炸碎的酥肉啊，我们炸的酥肉，放2块番茄，啊，做个简单的调味啊，给点食盐和这个白糖、白胡椒粉，盖上盖子，我们煮个5分钟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好，接下来我们下点蔬菜啊，这个呢是四川这边的豌豆尖，我们放一点进去啊，青菜，不要将它烫得特别死。好，可以了，这个菜就好了。兄弟姐妹们，打起精神啊！最后一个菜了啊，泰式小火锅，冬阴功的啊，海鲜。好，我们让这个煲仔烧干之后呢，倒少许的油。好，有个3层之后呢，我们下入干葱和姜片，再来点这个香葱，这个是香菜的头啊，放进去。小米椒，稍微来点蒜蓉。给它先爆香一下，冬阴功酱，这个酱在外面可以买得到的，这个就不用自己做了。这放在里面给稍微简单的给它炒2下，加少许的清水，这是牛奶，我们倒点牛奶，再来点椰浆，好，我们再加点这个青柠檬啊，青柠檬、黄柠檬都可以哈，我们加点青柠檬。好，差不多烧开以后呢，我们打点汤出来赏一下味道哈，赏一下味道够不够？你觉得味道不够的话，可以稍微加点这种盐，我们稍微给它加点盐。好，烧开以后，我们关到小火，分别下入这个生蚝、青口，可以买各种贝壳都行，但是也要给它清洗干净啊。鲍鱼仔、蛏子啊，给倒进去啊，还有虾啊，再给它放进去。耶，别慌，我马上盖住啊，盖住。好，出锅前我们再淋点椰浆。好，可以了。兄弟们，这个东西煮熟之后呢，稍微要给它摆个盘，把这东西先捞出来一点，不然它全部潜在水里，你看不见货了啊。这个摆出来就感觉好像有那么个回事啊，别让它全部浸在汤里。好，兄弟们、姐妹们，最后一个菜来，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。你们都在说我胖了，什么原因？都是因为吃这个东西吃多了啊，吃成了工伤，你们都要负责任的啊。先吃一个鲍鱼啊，还是吃个生蚝，吃这个最大的啊。入口之后呢，首先你能感觉到冬阴功啊，它有一种特别的这种香味。而且口感它是微酸微辣的，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能够接受到这个味道。
你在周六、周天的时候，你不管你是一个人、2个人，你都可以做个这个小火锅，往那儿一坐，这种热气腾腾的烧起来，非常的好吃。我相信6种里面总有一种是适合你的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钓的偶像。